美军参联会主席米利说了实话，没能力与中国打仗，这个病可不好治。观众朋友，大家好，我是费汉少。正在进行的俄乌冲突对美国来说，可不仅仅是一场代理人战争，而且也是学习和反思的机会。乌克兰军队使用美国的武器打仗，更关键的是一个真正的军事大国在打仗。这里面暴露出来的问题让美国人非常尴尬，因为美国人发现自己根本就没有做好与中国这样的大国打仗的准备，甚至连最基本的弹药都供应不上。近日，美国最高军事将领、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米利上将说，俄乌战事的一个重要教训是，即使是在一场有限的区域战争中，常规弹药的消耗率也高得令人难以置信。如果朝鲜半岛发生战争，或者美国与中国发生大国战争，军火消耗率被破表，美国呢就必须采取行动，为此做好准备，以便确保有足够的库存应对真正的紧急情况。在这个方面，美国还有很长的路要走。按照美军公布的数据，美国正在投入14.5亿美元用于提升155毫米炮弹的产能，这么做也仅仅是将产能从每月1.4万枚炮弹增加到2.4万枚，一直要到2028年才能将产能提升到每月8.5万枚。美国还在扩大标枪、反坦克导弹以及海马斯火箭弹的产能。按照米利的说法，中国将在2050年左右在军事领域上超过美国。而美国呢，不仅要跟上中国，还得要超越中国，那么情况就变得非常令人不安。美国人对大国战争有了新的理解，而且为弹药产量不足而感到严重焦虑，这就像是生了病一样。问题是，这个病还能不能治好呢？恐怕很难了。首先，大国战争将是一场长期的消耗战，美国人已经玩不起了。从海湾战争结束以后，美国就一直在打治安战，也就是小规模的战斗行动。对手的目标数量少，反击能力弱，所以不需要庞大的弹药储备。而真正的大国战争，任何高精尖的导弹都是消耗品，比的不仅仅是谁打得准、打得远，还要看谁的装备规模大。很显然，中国这样的工业强国更有能力装备数量更大的导弹武器库。美国人如果下场了，打了几发就发现自己没弹药了，再造那可就来不及了。由此而付出的代价，那就是美军的人头。其次，去工业化的美国需要维持庞大的军工产能，其成本会非常高。现在的美国虽然 GDP 世界第一，但是贡献最大的是律师、医疗这样的行业，而不是制造业。美国已经度过了工业化时代，现在回头再去打造炮弹产能，将会面临一系列问题。比如，它的炸药要从中国进口，而且呢缺少熟练的工人，而且成本呢会非常昂贵。美国现在连战略导弹、核潜艇都不能够按时造出来，这可不是军费不够那么简单的事儿了。最后，更关键的问题是，美国人不知道什么时候会打大国战争。不管是炮弹还是导弹，你要维持庞大的库存，就等于要在仓库里压着大量军费。问题是，美国的军费还是那么富裕吗？如果不知道什么时候打仗，大量储备导弹和炮弹还有可能会过期，最后呢只能花钱销毁，而这些钱最终就打了水漂了。所以准备与中国这样的对手打仗，因为不知道战争爆发的时间，保持庞大的武器弹药库存或者强大的军工产能，几乎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务。总体而言，乌克兰战场上暴露出来的问题，美国可能还要很多年才能够解决。在没有战胜对手把握的情况下，美国的对华军事战略仍然是以威慑为主，而不是真的打仗。威慑无非就是秀肌肉，中国也需要多给美国人秀秀肌肉，直到中国的军力超过美国，让他们彻底服气为止。
好，今天评述就要到这里，谢谢大家收看，我们下期再见。